本节目是由 Subaru AJ Premium Motor 的阿布哥赞助播出。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吗？没有错，是一个油中巴啦。当然，我身后还有这一辆，就是要今天跟你们来介绍的 Subaru XV。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拍过这一款 Subaru XV 了。这一辆 Subaru XV 它跟之前第一代的 Subaru XV 在外观上面啊，看起来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当时这一辆 Subaru 第二代 XV 推出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以为它是 Subaru XV 第一代的 facelift 版本，就是那种普遍常见的换灯换 bumper facelift 啊。可是其实呢，这一款第二代的 Subaru XV 它是一个全新平台打造的大改款的 Subaru XV， 它跟第一代最大差别呢，就是这一次第二代的 Subaru XV， 它用了全新的 Subaru Global Platform 底盘啊，这个简称叫做 SGP。这个全新的 SGP 底盘呢，据说比之前上一款的底盘啊，在刚性方面还有低重心方面都有得到非常好的提升。好，现在我们就先从这辆 Subaru XV 的外观开始一一介绍啦。这一辆 Subaru XV 第二代啊，因为它是这个 SGP 平台打造的嘛，所以它其实呢是和 Subaru Impreza 共用同一个平台的。也就是讲，假如你可以花一个120-130千就可以买到一台和 Subaru Impreza 有共同血统、共同底盘的车呢，是不是很爽呢？外观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车头灯，它里面是有这个 Projector LED 的 headlamp， 还有一个 Subaru 象征式的这个 C 型的 DRL， 非常好看，也非常有辨识度。然后它的这个车灯呢，里面的这个 Projector 模组呢，和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一款 Subaru Forester 啊是一样的，它是会转动的。也就是讲，你在摆动方向盘的时候呢，它的车头灯啊也会依据你摆动的方向照明啊。这一点，假如是有走到一些乡间小路、一些没有路灯的地方啊，真的是非常明显感觉到这个优点。当然比较可惜的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Subaru XV 到今天啊2021年了还没有 EyeSight 版本，所以我们不会从它的车镜上面看到有 EyeSight 的2颗镜头，但是那一些自动启动那个车头灯啊、自动的 wiper 啊，这些都没有少啦。车身侧面我觉得 Subaru XV 真的是比它的大哥 Forester 好看太多了。虽然讲 Forester 跟 XV 都有相同的一个离地间隙啊，就是220mm， 这个离地间隙几乎是已经差不多要到那种 pickup truck 的 level 了，所以你把这种车开进来 off road 啊，是完全没有什么压力的。然后这一辆 Subaru XV 的这个车身侧面的这个流线型啊，当然是比较像有一种 coupe look 的感觉。然后和之前第一代一样啦，它的这个车窗呢是有一个小个的三角镜在这一边。这个小个的三角镜，不要看它好像只是一个 design 这样子，其实它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个盲点真的是会少很多。如果你没有驾过 Honda Jazz 的话，你们应该就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啦。这一辆 Subaru XV 也好 ，Subaru Forester 也好嘞，我们在驾驶的时候看前方侧面的时候，那个盲点真的是会非常的少。刚刚我们看了这一辆车的车头还有车侧，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跟第一代的 XV 差别真的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大差别的屁股啊。这个 Subaru XV 的屁股嘞，最明显可以看到它跟之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啦。这个车灯呢是属于比较长条形的 design， 而且是有这种分段段落式的。我觉得这个 design 比之前那个有一点好像又要四方又不四方，要圆形又不圆形的那个设计好看太多了。然后在上面这一边呢有一个小小个的小尾翼啦。在第一代的 Subaru XV 就有的选购这个 STI 版本啊，如果是你买到 STI 版本的话呢，这里就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点的尾翼。可是第二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STI 版本，可是有一个 GT 版本啊也是比较大个一点点的 design， 看起来其实也还蛮好看的啦。然后 bumper 也是有两边有这个黑色的防刮材质，跟第一代长得有点像。这辆 Subaru XV 的尾箱呢真的是比较小啦，然后如果是讲你要放一些大个的行李啊，还是你要放 baby stroller 的话，真的几样东西就可以把它填满了。好像我今天呢就带来了这个24寸的这个行李箱，假如是把它放躺来放的话啦，
2个就已经满了。如果是要打直放呢，又会顶到这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好像没有这样爽啦。所以一般上都会把它放躺，对不对？放躺就真的是只可以放到2个，可能还可以放一些小样的东西啦。但是对我这种驾惯sedan车款的人来讲，这个尾箱给我是不够用啊。如果你们要大尾箱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Subaru Forester， 它的尾箱表现呢，的确是比这个 Subaru XV 好很多。然后如果你们是有去 IKEA 啊买一些橱啊，还是一些桌子啊比较长的话，它也可以在后箱这边呢，把这个椅子这边拨动一下，做成一个6/4分离的这种布局啦。而且它的平整度呢是很平整的，看这个行李箱就没有一个 drop 啦，没有一个段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还是蛮不错的。可是它就没有像好像 Forester， 只要在旁边这边扣动一个按钮啊，它就可以自动翻下去啊，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啦，还是要用手动拉一下那个把手，把椅子翻下去。和 Forester 比较起来呢，就感觉比较廉价一点啦。但是老实讲，这个东西你1年会去拉动它几次？给我的话真的是会很少啦，所以对我来讲影响也不算太大。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尾箱空间真的不太够我用。好啦，外观方面都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辆 Subaru XV 的 Interior。Let's go。来到这辆 Subaru XV 的 Interior 啊，前排方面呢，我觉得它的这个 design 真的很好看。它的 dashboard 啊，和我之前介绍的那一辆 Subaru Forester 呢 design 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它的这个 dashboard 上面呢的这个车缝线啊，是用了这个橘色的这个缝线设计。之前 Subaru Forester 的没有错的话是灰白色这样子的。橘色车缝线呢，看起来就比较年轻啊，比较有活力啦。椅子方面，因为这一台不是 GT 版本，所以它的椅子不是全皮革啊，就是旁边这边是皮革，中间这边呢是好像网格的布料。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薄皮的椅子。所以呢，如果我要买 Subaru XV 的话，不买 GT 的话，又没有全皮革的椅子哦，这一点是还蛮可惜的。方向盘一样啦，都可以做到上下还有前后的调整。然后方向盘上面呢也是有包皮，而且有这个橘色的车缝线，和 dashboard 上面的这个车缝线啊是相呼应的啦。然后这一个 steering wheel 长得跟 Forester 的也是非常的像，但是它却少了很多按键，因为这一辆车它没有的做到自动跟车啊、自动刹停啊、什么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都没有，所以这个方向盘的按键呢，比较起 Forester 呢，真的是会比较 simple 一点，比较简单。上一次我驾了那一辆 EyeSight 版本的 Forester 呢，我现在驾这一辆 XV 也有1个多礼拜了。刚开始转换过来的时候，的确是觉得很不习惯啊，因为在 Highway 上面呢，已经习惯去使用它的那个自动跟车，所以在驾这一辆车的时候，没有自动跟车的这个按键啊，感觉就有点怪怪的。但是它也是有这个普通的 Cruise Control 啦，一样啦。中控台的中间上面呢，会有一个资讯小荧幕，跟 Forester 一样，可以显示非常多的资讯。中间呢有一个画质比较老旧、比较老款一点点的 Double Din Display Player， 这个 Player 是可以放 CD 的啊。现在很多新车都不能放 CD 了，可是这一台车的呢还是可以放 CD 的。这个 Player 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当我们在 Reverse 也好，还是我们在听歌啊，在看一些 info 的时候呢，它的显示画面不是这样高清，然后它的反光真的很严重啊，这一点我有一点不能接受。冷气方面呢，这一辆车的 Aircon 是双区空调啊，就是左边右边可以分开调那个温度的。Meter 方面呢，跟 Forester 一样，非常传统的 design， 左边是 RPM， 右边是时速表，中间是一个 LCD 的这个小荧幕。我相信到了第3代的 Subaru XV， 这一些都会被淘汰掉了，会变成一个全液晶荧幕。然后中间我也希望它可以把这个 Double Din Display 的画面啊升级一下。至于乘坐表现呢，这大家不用担心啊。如果你是附近没有 showroom 的话，你不知道要不要买 Subaru XV 啊，你不知道好不好坐的话，我这里真的打包票告诉你 ，Subaru XV 它的椅子很好坐，腿部的支撑呢一流，椅背的这个支撑啊，也是支撑到很好。旁边呢又有这一个好像 half bucket 这样子的 design， 以我的身形啊，是还有一点点松动的。假如比较大只一点的朋友，可能就会包覆到比较好。这个椅子我个人给它的评价还是蛮高分的。然后前排的这个 driver side 这边呢是这种电动椅啦，是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个小拨杆啊，来调整你的椅子的前后左右啊，还有倾斜角度啦。来到后座呢，前面已经是移成了我自己个人驾驶的一个舒适的那个距离啦。坐在后面啊，我的这个膝盖跟前面还有
2个拳头左右，我记得 Forester 是3个拳头多啊。然后这个椅子的大腿支撑也是很 OK， 倾斜角度也是不错。在中间这边呢，还可以翻下来，这个 armrest 上面有2个自杯架。后排没有冷气出风口啊，这个比较可惜一点点。头顶的空间呢，以我身高170啊，这个空间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不会很有压迫感啊。再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就会辛苦一点点了。它的后排表现，如果要拿来跟我之前拍的那一辆 Subaru Forester 做比较的话，真的是输太远了。Forester 的后排的确是比它舒服太多，空间感又一流。椅背倾斜角度又好，所以平时你不是那么注重驾车，而是注重坐在后座的舒服舒适度的话，可能 Forester 比较适合你。但是我驾了那一辆 Forester 过后，现在驾这一辆 Subaru XV， 我觉得 Subaru XV 的驾驶体验是赢完 Subaru Forester 的。其实它的动力表现和 Subaru Forester 是一样啦，都是156 horsepower， 然后扭矩呢是196，可是毕竟它的车身啊是比较小台一点，车身重量也比较小，然后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在驾驶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它的 ECU 啊还是 TCU 有做了这些特别的 tuning， 感觉比较明显的是这一辆车会比 Forester 有力，然后油门反应也会比较直接。讲了这样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辆 Subaru XV 驾起来感觉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们想要看到之前我的试驾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画面右上角这边过去看一下啦。那个时候比较注重在驾市区，今天呢我想要拍的是这一辆 Subaru XV 的Off-road 表现。OK， 现在就是来到这一辆 Subaru XV 的试驾环节啦。当然这一次的试驾比较特别啦，我选择了这个 Off-road 来做试驾。把这个 Gear Knob 拨去 Reverse 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 Double Din Display 这边会显示后面的画面啦，是一个 Reverse 的画面。可是它的这个 Frame 呢，这个框框啊，不会随着你摆动 Steering 而转动方向。但是因为习惯了很多车，我们在摆动 Steering 的时候，它的那个框框格子会跟着摆动，所以看到不会摆动的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普通。然后呢，它的这个画面啊，真的不是那么的高清，而且在阳光强烈一点的情况下，反光啊是很够力严重的。OK， 因为现在这个 Off-road 呢不是那种很 heavy 的 Off-road， 是比较属于普通的一些石头路啦，所以也不需要用到它的这个 X Mod， 只需要普通的 Mod 就已经非常够用了。讲到 Subaru 啊，第一个联想到是什么？我相信只要是80后、90后的朋友，都会对当时候90年代的 WRC 赛事啊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 Subaru 跟 Mitsubishi 斗到你死我活的年代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只要一听到 Subaru 任何一款车，我都会想到越野、拉力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Boxer Engine， 这一辆应该是马来西亚买得到的新车最便宜的拥有 Boxer Engine 的车款了，没有错啦。这一辆 Subaru XV 搭载的是一颗2000cc NA 的自然进气 Boxer Engine， 是没有 Turbo 啦。然后牙箱方面呢是 CVT 牙箱，但是它的 CVT 呢是可以模拟好几个段落的啦。你可以用你的这个 Gear Knob 这边转换成 Manual 来做到加减的这个动作，或者用你的 Steering Wheel 上面的加减牙 Pedal Shift 啊来做到换挡的动作。然后这一颗 CVT 呢，其实驾起来啊，它也不是很像 CVT， 在一般公路上面使用啦。我感觉它也是蛮像传统自动变速箱啦，因为它在换挡的时候它会 drop RPM， 虽然也是 CVT， 但就没有这样无聊啦。当然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些 rally 啊，一些赛事，就一定会想到 4-wheel drive 啦，没有错，这一辆 Subaru XV 是 all-wheel drive 的，它搭载的是这个 Subaru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在公路上面驾驶呢，它的这个四轮驱动啊，它的抓地力啊，它的这个稳定性，还有搭配了这个 engine 的低重心表现，真的非常的爽啊！驾起来真的是有那种你咬着地上在跑的感觉。在操控方面啊，驾驶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爽。如果你们有尝试过 Subaru 的任何一辆车的话，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深深爱上这个 Boxer Engine 的低重心，还有 Symmetrical all-wheel drive 的那个感觉。当然今天我比较怪懒一点啊，我把这辆车加进来 Off-road 这边啊，是要试一下它的 Off-road 表现嘛。这辆车其实啊，你在外观看它好像也不是特别高，它也不是长得特别高，可是其实这辆车的离地间隙啊，已经达到220mm 了。而且很神奇的，你在驾这辆车的时候，像我是已经习惯驾sedan车款了嘛，
我们感觉上在驾这种车，好像会坐到很高，整辆车的重心会很高。其实没有嘞，我坐进来，我在这个驾驶座的时候，我驾起来这辆车，我感觉我在驾一辆 hatchback 车款，感觉上它就是一辆普通轿车的这个视野啊，也不会很高，而且驾起来的感觉也不像 SUV， 不像那种好像随便 corner 一下就会要往要反的感觉。当然来到 off-road 呢，它的表现还是依然非常的好，驾起来很有 confidence， 也不会觉得好像我在走这种烂路的时候，整辆车要散掉的感觉啊，没有，它真的很 solid。而且虽然讲它是 CVT， 它也不会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油门反应也是非常的敏捷，非常的直接。所以今天有机会把这一辆好像斑马这样子的 XV 驾来 off-road 啊，我真的感觉太开心了。当然，如果你们想要看的是公路试驾的话，都可以到我之前拍过那一集影片那一边过去看一下啦。爽！爽！太好玩了，这辆车。太好玩了。驾到马路上来呢，完全又是另外一种体会。刚刚在 off-road 要激烈可以激烈，在马路上面要舒适可以舒适，所以在这个价位端12万、13万，我试驾过的几辆车啦，Subaru XV 可以讲是最全能的了。所以如果你问我喜欢这辆车吗？我是爱这辆车。好啦，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啊！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来自居銮的 AJ Premium Motor 的阿杜哥啊，借我这一辆 Subaru XV， 让我来体验一下这一辆车，在我试驾了1-2个礼拜过后的一些使用心得。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可以让我体验到这辆 Subaru XV 的 Off-road 表现。你们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车款啊，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打上来。我如果有机会借到车的话，都会拍出来给大家看啦。好，今天就先这样啦，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一个人拍影片有时候真的不简单啊。